怎么样，破译了吗？虽然无法破译，可是这一组数据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什么特征？处长，你看，这里提到了3个部队的番号。鱼上钩了。报告，薛长官、参谋长，5分钟前截获了长沙迪特发送给松机关的电文，能破译吗？无法破译。但是从这组电文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什么特征？这里边提到了3个部队的番号，这说明长沙迪特已经把情报发送给了11军的司令部。继续监视。是。有点意思了。報告。先ほど大本営派遣軍司令部より同時に電報が届きまして、我が軍に調査攻撃の命が下りました。2週間以内に調査の敵軍を全滅、第23軍と提携を、香港及び南方軍を攻撃せよとの命令です。つまり陽動作戦を行えと。大本営と車検軍司令部は調査での戦闘を陽動作戦とするのですか。調査は重慶政府の肝です。魂です。調査を落とせば重慶政府は全面崩壊し、5年にわたるシナ事変も一挙開閉へと向かうはずです。この重要な戦いを陽動作戦にするというのですか。何も分かっておらん。哲学の軍はどういう状況ですか。哲学は主力を湘北に置いております。関北方面は第19集団軍の正規軍が2つ。ならばまず先に関北を攻めなさい。哲学は増援を余儀なくされるはずです。南昌の第34師団にはわざと敵の目を引くように攻撃準備をさせなさい。そこから2個連隊を分け、岩永少将に指揮を取らせ、岩永支隊を編成。独立混成第14旅団の一部と合わせ、強力な攻撃部隊を作るのです。まずは関北で攻撃を仕掛けなさい。おとりと奇襲。私の目標が何か分かりますか。調査を取ること。再度の調査攻撃に失敗は許されません。周囲を黙らせる圧倒的勝利を得なくてはならんのです。支那戦線は第二戦線ではありません。我が第11軍は依然として我が軍最高の野戦機動部隊であり、この荒見惟親は陛下の信頼に値する将軍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てみせます。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ですから我らはただならぬ覚悟を持て勝利を我が手に。北調査特軍より節約のある第74軍4軍臨時2軍が南下の模様。それは確かですか。前回の戦いでは哲学の流言に我が軍は大きな損害を出しました。そのような重要情報は再度確認した後、戦況判断の根拠とします。はっ、裏付けを取ってまいります。我马上请示薛长官。收调南下的部队什么时候启程啊？刚才这2个军长打电话，正在问这个事呢。我觉得为了保密起见，明天子夜出发。不，大白天出发，你还得组织民众大张旗鼓的欢送。明白了，我马上去办。不过说实话，
大战在即，抽调3个军南下，有点像心头上割肉。我想拿这2个军冒一次险。冒什么险？你还是别问了，免得给我陪葬。哎！你下地狱，我绝不上天堂。好，有你这句话，那跟我走，去见那2位军长。好。还没来啊？哎，欧振兄，你我2个军马上就要南下了。你说这薛长官突然说要见你我，他唱的是哪一出啊？一路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有什么结果吗？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绝不会仅仅是来为你我2个送行的。废话，王军长有话高见，兄弟我洗耳恭听。这不等参座和薛长官来了再说吗？薛长官，参座。让2位久等了。2位长官，这是轻装简从，是要微服私访吧？继续说。 2位长官，请。怎么？我吓着你们了？哦不，薛长官，我是担心，要是以后校长知道的话，薛长官，你要承担所有责任呐。王耀武，你是怕我负责任，还是怕自己受处分的？别看我，你敢，我也敢。 薛长官，我看此事还是要慎重。是不是？参谋长，看样子咱们找错人了。好，不为难2位了。不，薛长官，参座，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已经说过，为了打胜这一仗，我甘冒风险。如果上面追究，我承担全部责任。 可是你们2位还畏首畏尾，生怕担责。比起那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向我请战的老东西李玉堂来，你们2人简直就像娘们儿。走吧。哎，薛长官，直下想问一句话：薛长官说明白这个道理，直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问吧。 薛长官既然认定这样做有利于战事，为什么不能事先请示委座，正大光明的做呢？第一，战事没有展开之前，委座是不会同意我的计划的，请示就等于放弃，而这个计划事关天炉战的成败，我不甘心放弃。第二，我们周围有日特活动，我不想过早的泄密。好。 我明白薛长官的意思了。只要能打败倭寇，撤至沙土，在所不惜。之下，坚决执行薛长官的命令。感谢支持，王军长，我已经上了薛长官的贼船了，你看着办吧。哼，我王耀武也是站着撒尿的汉子啊！你敢干，我怕个鸟啊！薛长官。 直下坚决执行命令。这么说，咱们干。干！现在大战在即，统帅部釜底抽薪，抽调你们2个王牌军。怪不得薛长官跟重庆闹得不愉快啊！是啊，
我们理解薛长官的苦衷，请转告薛长官，我们随时听从他的调度。让一下！哎，两位将军。 司令官殿、各師団長から続々と調査攻撃を求める申請が相次いでいます。師団長たちの気持ちはよく分かっています。だが8万の兵力を持って14個分25万を超える兵力を要する哲学を攻めるとなると、無論負けることはないにしても、調査を占領できなければこの作戦は失敗とみなされます。そうなれば我が第11部にとって全く意義のない戦いになってしまう。互いの戦力を正確に判断できるまでは攻撃命令は出せません。もう少し待機するよう命じなさい。司令官殿は敵がした三軍を南下させたとの情報をいかがお考えですか。哲学は理想が常套手段です。いかなる情報も確証を得るまでは戦況を判断する材料とはなりません。報告します。調査特より敵第9戦区の三軍なんかを疑う余地なしです。特務からの疑う余地なしに証拠はあるのですか。特務は申すには明日の中央日報に何かの報道が載っていると。ならばすぐにその新聞を持ってきなさい。蒋干盗书计划进行的如何了？到目前为止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发展。我估计啊，这个第10军的这个内乱，还有我们3个军要向南。胖老弟，你又看不懂。我离远点行吗？真是你这个人。我接着说啊，就是还有咱们3个军要南下这个情报。 足以使这个阿南违纪啊产生严重的误判。这事情告一段落吧。下面就是要动员长沙军民全面备战了。是到这个时候了，您放心，我不一定响应长官的号令，发动群众准备备战。哎，我有个想法，我们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全城备战的高潮。哎。 我觉得这主意好。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严密封锁整个长沙的备战，还有我们兵力部署的消息，不能让这个阿南违纪产生任何的警觉，最后导致我们整个计划的落空啊！你的意思是，可以收网了？对，收网。那就通知警卫营，收网。 进来了也不敲门，我们暴露了。什么？不可能吧？其实前几天我就觉得那个买烟的和擦皮鞋的可疑，今天门口又多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乞丐，直觉告诉我，我们被监视了。 如果前几天我们就暴露了，那薛岳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立即采取抓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薛岳在有目的的利用我们。
如果事情真如你说的那样，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前几天传出的情报，全部都是薛岳故意让我们传达给11军的虚假情报。我们中计了。我们发出去的虚假情报，会严重误导安南将军的判断，后果不堪设想。我马上向松机关报告。让开，让开，让开！波田君，快，他们来了！不行，我必须把电报发出去。来不及了，快走吧！把电台带着，走到哪儿都能发报，快走！好。快点儿！鬼洞！哎，长官，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把他们几个给我押起来！鬼洞！哎，长官，楼上楼下给我搜！快走后面！快，走！报告长官，里面发现密室。小鬼子还没有跑出城，以茶楼为中心，每一条街道给我挨家挨户的搜，绝不能让小鬼子逃出长沙城。是。走。现在我们很难出城了。现在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情报发出去。可是在这儿发报，太容易被发现了。波田君，我去把他们引开，掩护你们离开这里，到城外找机会发报。你准备好了吗？在我当兵那天起，就做好了随时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的准备。拜托了。往我南西引追兵，你们往北走。波田君，我们现在只能化妆出城了。好。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其他人跟我走。带刀兵。那边，站住！站住！薛长官，
薛长官，陈明运一跑，会有什么后果？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间谍，他一定会从自己暴露中推断出他已经中计上当了。接下来，他肯定会向11军司令部报告，说他这几天所提供的情报不过是个圈套。薛长官，要真是这样，那你诱敌深入的计划就有可能失效。我们怎么办？马上给情报处打电话，问问在过去的这1小时之内，他们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好。接情报处。云云怎么？是。过去1个小时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没有。你确定吗？确定。知道了。没有。这么说，陈明运还没来得及把电报发出去。命令宪兵团警察局全体出动，全城搜捕；命令警卫局封锁所有出城关卡，不让陈明运跑出去。拿个枪子。枪子看一下。永莲姐，你刚刚说的这点真是太关键了。哎呀，其实啊，这件事情我们经历了也就经历了，并没有觉得特别值得去说。但是这些故事我听完之后，可真是太受鼓舞了，真是由心的敬畏这些不畏生死的战士。这些事情被你们这些记者一写，你别说。还真的能激发战士的斗志，难怪人们说你们八路军的3项抗战报的威力啊，能顶得上几门大炮呢。哎，对了，永莲姐，我今天还有任务在身呢，等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吧。谢谢你啊，给我讲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等我有时间再来听你讲故事。行，那你忙吧，我走了啊，慢点啊。哎。吕记者，你怎么了？永莲姐，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哦，什么帮助？你说。我刚才看见2个日本特务往那边山上去了。永莲姐，你现在赶紧去找人，带上枪，我们一起上山抓捕他们。行，你等等，我们一起走。不行不行，我得先去跟着他们，让他们跑了怎么办呀？哎，你自己一个人去多危险呀！可特务跑了，危险的就是整个战区。我们赶快分头行动吧。好，好，我们快走，快。碰上他了呢，我们肯定是被发现了。那又怎么样？现在最重要的
是找个地方把情报发了。走，去那边。好。好，就这儿。赶快加电台！快！举起手来，把电台关了。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桂田君，这个情报关系到皇军的胜败，赶快发报！走！李慧，云莲姐，刚才吓死我了，他们差点把我相机都打坏了。李慧，李慧，李慧！李慧。经理，彭主任，吴兄，彭主任，我是受薛长官的委派，来向英雄表示哀悼的。如果不是吕慧女士用生命阻挡了敌人的发报，后果不堪设想。谢谢，替我向薛长官表达谢意。一定，谢谢，再见。同志们，吕慧在我的心里边，一直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小孩子。
可就是这个孩子，在保卫长沙的战斗中，献出了他年轻、美丽、宝贵的生命。这场战斗是残酷的，长沙城每天都会失去无数个像吕慧这样年轻的生命。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难过，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为了保护好长沙城，为了抗战的胜利，像吕慧一样，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彭主任，这是吕慧同志的笔记本。昨晚我看了一眼，我从他的笔记本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为民族求解放、为民众谋利益的党。谢谢你，彭主任，我有个请求。你请说。我想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本人非常欢迎你，但是恐怕现在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国军的现役军人。同样是抗日，国军军人就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吗？也许你不知道，在庐山的国共两党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曾经郑重地向国民党许下过诺言，那就是绝不在国军队伍中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开展组织生活。所以，为了抗战大计，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一承诺，希望你能够谅解。这是政治，我不太懂，但是我能理解。告辞了，彭主任。彭主任，等战争结束了，我脱下军装，还会来找你们的。第23軍はすでに空論攻撃を開始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に、我が第11軍は手も出せない状況ですか。これでは我が軍は本当に見くびられてしまう。今の11軍の士気を上げるためには調査を攻めるべきです。兵を動かすには理由が必要です。それも確固たる理由です。はい。報告。司令官殿、本日付の中央日報へ何か確認が取れました。よし。命令を下す。第3、第6、第40師団並びに独立混成第9旅団は速やかに新垣川北岸地区に集結。各部隊は戦闘準備態勢に入りなさい。はい、すぐに下達します。それから司令部も直ちに指揮を執るため学用へ移動します。はい。父老乡亲们、同胞们，就在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聚集了8万人的兵力，随时有可能进犯我们长沙。我们长沙的居民要不畏强敌，我们要给敌人以当头之击。
我们每一个湖南人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我们马上要组织战时民工队，我们要往田里灌水，在道路上挖坑，要帮助国军将士修筑工事。我们要把整个的湘北地区变成敌人的坟墓。我们要让小鬼子有来无回。我々の第3次調査作戦は信濃派遣軍司令部の許可を得ており、司令長官より2週間以内に戦闘へ、その後第23軍の香港および南方軍攻撃作戦に応じよとの命を受けています。だがこの度の作戦は英軍軍の援護にとどまることなく、我々も戦略目標を設定すべきでしょう。つまりは哲学の軍を倒し、調査を占領することであります。はい。为了配合去南方作战，日后在临湘、岳阳一线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准备第3次进攻长沙。战时决于平时，我们要视平时如战时。各部要积极加强备战，详察敌情。从现在开始，我第9战区全面进入作战状态。作戦はまず第34師団と独立混成第14旅団が関北にて陽動作戦を行い、敵軍の注意を引きつけます。次に第3、第6、第40師団並びに独立混成第9旅団の23個歩兵大隊、8個砲兵大隊、6個重装兵連隊、3個工兵連隊の合わせて7万5千の兵力をもって湘北において電撃戦を仕掛けるのです。阿南危机必将用他的闪电战来发起进攻，而我们则用天炉战法来遏制、粉碎他的闪電式進攻。電撃戦の真髄は6文字に集約されます。つまり迅速、強靭、凶悪です。迅速とは電光のごとき速さをもって敵陣を貫くこと。強靭とは稲妻のごとき強さをもって敵の勢いを抑えること。凶悪とは津波のごとき破壊力をもって敵の投手をくじくこと。参谋长，下达作战命令。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到，命令你部固守赣北，坚决击退来犯之敌，不允许放一个鬼子进入湘北主战场。是。第34師団大鴨将軍、貴軍に命ず、まず関北にて進軍開始、そこに駐留する第9軍団を牽制し、湘北では防衛線の突破後すぐ友軍と合流。関北の19軍団には貴軍の歩み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はい。命令第27集团军杨森部，你部作为本次会战的第1道防线，
驻守在新墙河以南70公里一线，待赣北战场打响以后，命令你部58军撤出新墙河防线，佯装增援赣北，然后撤进大云山。等一下，薛长官，我第27集团军第4军已经被抽调南下，新墙河防线只剩下第58和第22个军。要是再把第58军撤下，那这个仗咋个打？杨副长官，都过来。天龙战法的要诀就是诱敌到我们选择的地点决战，所以撤走第58军是诱敌深入的重要的一步。况且你部的重要任务是要出大云山，去切断敌人的供给，要保存实力。那这样一来，第20军的压力可就大了。是，第20军的确面临巨大压力。20军军长杨汉玉，走，命令你部在灵头嘴、傅家桥、虹桥、龙凤桥一线坚守3天。你们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真话还是假话？20军军长杨汉玉，到。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真话还是假话？废话，当然听真话呀。那我就要说，以我20军区2个师的军力，要抵挡鬼子1个师团的强力进攻，简直就是螳臂挡车。但是，我川军虽然装备简陋，但都不是怕死鬼。我杨汉玉也不是孬种，除非我20军全体战死，否则绝不会后退半步。好，杨军长的大实话，堪为我全战区的誓言。但是，我并不想听到你们全军阵亡的消息。我只要你守3天，3天之后主动撤离，向眉仙、平江一线转进。待敌南进后，伺机侧击敌人的左翼。我杨汉玉要守不了3天，提头来见。命令第40師団は電撃戦を展開。24時間以内に新垣側第20軍を潰すこと失敗は許される。我が精鋭隊は20軍ごとき非正規軍に24時間もいらん。8時間以内に白陵防衛線とやらを潰す。結構だ。これこそ阿南将軍が望むところ。第40師団の防衛能突破口第3師団、29師団、68連隊、第18歩兵連隊、第3野砲連隊、第3市長連隊は後に続き破竹の勢いで南へと推し進めよ。王林基第30集团军命令你部在长沙东南面形成侧击的态势，随时侧击来犯之敌。第1次进攻到达线在戴家园、春华山一线，第2次进攻到达线在大湾港、长桥一线。你们的任务就是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明白。战区直属第37军、第26军，命令你们配置于汨罗江一线，担负起消耗敌人、引诱敌人进入芦塘的任务。你们和20军一样，必须在汨罗江一线坚守3天。待各部在长沙会集后，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是。第73军彭卫仁部命令你们镇守湘雅医院到岳麓山一线，驻防长沙。是。各部队任务明白了吗？明白。打营长。玉腾兄有话说。我不是有话要说，我是有炮要放。请放。刚才各个军都领到了命令，唯独把我们第10军晾在了一边。什么意思？是我这个代理军长带着几个代理师长没有资格领兵，还是我们第10军全体将士没上过战场？
说得好，就是因为你手下的几个代理师长没有领兵作战的权利，所以在给你命令之前，先宣布一个司令部的决定。参谋长，长官司令部命令，从即日起，恢复方先觉预备第10师师长职务，恢复朱越第190师师长职务。为什么不恢复我们军长的职务？这军长没了，恢复我们师长有个鸟用啊！很抱歉，对玉堂兄的处分是中央军委会做出的，本长官无权撤销。可是我要问你一句，李玉堂，难道顶着代理2个字，你就不能率领第10军上阵杀鬼子吗？只要薛长官信任我，让我带兵打仗，我愿以戴罪之身，受命杀敌。即便战死沙场，虽死无憾。壮哉，玉堂兄！薛岳向你致敬。石班员李本忠向军长报告：第10师全体将士集合完毕，请军长巡视。弟兄们，大家都知道，我李玉堂现在还是代理军长，是戴罪之身。但是，只要面对日寇，我李玉堂的个人荣誉无足挂齿，民族仇、国家恨，才是泰山军全体将士万众同欲的根本。这次薛长官把镇守卢塘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泰山军，我们就要像泰山一样镇守卢塘。第10军要成为长沙城一道铁壁铜墙。泰山军的口号是什么？不怕牺牲，有我无敌；不怕牺牲，有我无敌；不怕牺牲，有我无敌。咱这地也耕了，种也撒了，怎么不见每天长苗啊？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我就问你肚子里边有没有孩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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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个儿子，好了吧？爹，在屋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改变过啊。是啊，我错了，我不该这么矫情，早该撤了。为什么？因为你还没缓过劲儿来呀，心里边还惦记着香兰呢。我心里永远有他，一辈子不会忘。没出息。你是什么？你是国军军官，杀鬼子的英雄，心里边
要老搁这旧事儿，心重了，脚沉了，还怎么杀鬼子？就是因为心里边有香兰，才有这杀鬼子。你是个好孩子，今儿回来，爹有话跟你说。坐。阿姨，您说。按说，香兰走了这么多年了，你又立了那么多的战功，也算替她报仇了。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我也不能拖累你一辈子。等打完了仗，有合适的，你成个家吧。谢谢爹的好意。除非我战死了，否则，您是我一辈子的爹。谢谢，谢谢。爹做了一件后悔的事儿啊。您说。当年香兰走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说着一股火，就想让你多杀鬼子，给他报仇，才给你留了那块裹尸布。今天，我想让你把它还给我。我不想让你用它，我想让你活着。爹，不瞒您说，那块裹尸布每次出征我都带着它。我们打小鬼子不怕死。我呢，现在也不是当年那个鲁莽的李本忠了。我学会打仗了，打仗的最高目的不是牺牲，是消灭敌人。您当年给我那块裹尸布，不仅仅是一块布了，而是一种精神力量，是誓死保卫家乡的精神力量。本忠成熟了，又要打大仗了。今天爹请你喝2盅，算是给你壮行。跟您喝完了，能打胜仗。爹给你留了上百年的浏阳河小区，喝2盅去。走。哎，喝2盅。马员到。哎，那是哪个部队的？暂6师的。他们换防撤下来了。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批人了。哟，那小兄弟，来，你过来。还记得我吗？长官好。哎。你们暂6师不是骂我们第10师是孙子吗？怎么现在改口叫老子了？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现在的第10军是我的老子，2天我给你们当孙子就是了嘛。这还差不多。本团长那天出手重了点儿，对不起了，兄弟。哎呀，没得关系，那天我有点伤，这叫不打不相识嘛。还敢打本团长？俺还想跟你打一仗。哎，大力，算了嘛，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还不得行啊！第10军的兄弟们，这回就看你们的喽。等打胜仗回来，我请团长喝烧酒。赶紧归队吧你啊！我等你啊！是。各位父老乡亲，保卫长沙的生死之战就要打响了。现在咱们这个守城部队啊，需要很多的材料来修筑防御工事。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大家伙支持的时候。俗话说得好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商铺，哪怕你出1袋洋灰，或者是1车黄沙，
帮助咱们守城部队建好这个城防工事，让它坚不可摧。我们要把长沙变成日军的坟场。好，我说两句啊。这位八路军长官说的话，大伙都听明白了吧？明白了。打鬼子、保长沙，不光是部队的事儿，是我们全体长沙人的事儿。对，我家里呀，还有半堆洋灰，还有我老河头的一副寿材料，都不要了，全捐出来，修筑工事，保卫长沙。只要是部队需要啊，我们就是撤了住房，那也是应该的。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对，全力支持。好啊，谢谢大家。我代表长沙守军向各位表示感谢。你什么力气啊？啊？什么利器？我告诉你，我们手上有10门德国造150毫米榴弹炮，前2次会战都没派上用场。这一次诱敌深入到长沙，该是他大显神通的时候了。哎呀，没想到啊，你们有这么丰厚的家底啊！那是。哎，你说这小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吧？哎，吴兄，我问你啊，你们这个炮弹最远的射程是多少？那得看用什么炮弹了，可以打13公里、15公里、18公里。我在想啊，哎，你说，要把这个榴弹炮营放在岳麓山上，那不是把整个的长沙城都用炮火覆盖了吗？我们就是这么布置的。董中华，薛长官，情况都了解了？都了解了。哎，薛长官，我在想，可不可以让这个测绘队对长沙的周边，包括城市，重新进行一次测绘，制成一个1比2万5的图纸，交给各守城部队，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这张图纸召集炮兵的支援。这是个好主意，马上落实。这事儿交给我。叫你来，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部协助。薛长官，请讲。长沙市作为炉膛，战事一开，长沙城很可能被摧毁。可是城市里还有几十万的居民百姓，如果过早撤离，怕安南危机识破我们的战略意图，影响诱敌深入。如果撤退不及时，又怕引起混乱，使长沙军民遭受炮火的伤害。所以，在什么节骨眼上撤离居民，成了这次战役的一个关键。薛长官，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战役一打响，我会选择最恰当的时机，组织群众撤离。我们就是这意思。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那我就谢谢薛长官的信任了。还有，我把长沙市警察局也划归你指挥，也可以指挥到每一个警员。这回我权力大了，我一定完成任务。罗副司令长官来电，该被打响了。打响了。日寇第34师团和混成第14旅团的严勇支队，3个小时以前发动了进攻，战斗非常惨烈。罗副司令长官担心防线守不住，
甘美只是阿南危机发动的牵制性作战，目的是吸引我军的兵力。我军集主力在湘北和日军决战的决心不能动摇。引诱敌人进长沙、芦塘的战役部署不能改变。给罗副司令长官回电，无论敌人进攻多么猛烈，哪怕拼光了第19集团军的全部家底，也必须独立支撑到战役结束。是。命令杨森立即启动预备方案。是。杨长官，孙督军长们，我是杨森。哦，杨长官，有何指示啊？薛长官命令，按原定计划，你部立刻撤出阵地，往赣北方向行动，要造成你部是增援赣北的假象。待日寇发动湘北攻势以后，你部立刻调转方向，向大云山集结待命。是。接20军。韩愈啊，是我。第58军已奉命撤离，原阵地由你20军接替，你立刻让133师协防到位。是，既然是命令，我坚决服从。但是大长，不要忘了，你是在薛长官面前下过断头保证的。是，还是那句话，除非我20军全体阵亡，3天之内，我一定不让鬼子突破我的防线。木下参謀長。はい。関北での攻撃開始後、哲学の動きは？空からの偵察では、関北戦開始後、哲学は新月川軍営から一個軍を河北へラタ軍営援軍のため増援しました。移動したのはどの部隊ですか？第27集団軍の58軍です。ということは、新垣川の守備軍は正規軍ではない第20軍のみですね。はい。哲学もわずか2ヶ月の後、我が大日本帝国が湘北に電撃戦を再びかけるとは予想しなかったでしょう。関北の戦場に今は気が取られているはずです。大変結構。そこまで。貴様らの動きから戦闘への意気込みが感じられた。気をつけ。貴様いくつだ？16です。志願して前線へ来たのか？死んだ父の意志を継いで。結構。陛下の若き勇士たちよ、海軍は洋上にて米英を蹴散らし輝かしい勝利を収めた。見返すぞ。勝利を勝利を勝利を。攻撃開始は12月24日早朝と決定していますが、この雨は攻撃前に上が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か。这是哪个团的阵地？报告军座，这是我469团的阵地。你的阵地上怎么连一个鬼人都看不见？黄营长，王朝奎，黄营长，王朝奎，王朝奎。你叫什么？长官，第20军
134师369团一营营长王朝奎。怎么回事？鬼子就在对岸，而且随时可能会对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可你的阵地上却看不到一个兵。天降大雨，我们的战士都在掩体头躲雨。都在掩体里躲雨，那鬼子来了怎么办？下这么大的雨，鬼子不会来的。你说不会来就不会来啊？鬼子听你的，啊？你说，几粒雨都扛不住，等鬼子的炮弹落在阵地上，你们还不全体倾阵而逃？你这个营长，玩忽职守！我觉得长官说的不对。王成奎，不，让他说。你说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句对的让我听听。天下这个大的雨，我们的战士都没得雨衣，拎出兵来扎个大仗。我喊战士们在掩体头躲雨，就是为了好生打仗，好生杀鬼子。我觉得我做的没错。明白了，你是看着我们都穿着雨衣对吗？军座，我们官兵应该一视同仁。长官，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小兵命贱，拎出兵来没得关系。你要是得了病，我们20军就群龙无首了。在我20军里，长官的命和士兵的命不分贵贱，都听到了吗？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从我这个军长开始，长官上阵地和士兵一视同仁。好，兄弟们，既然我们的长官都不要命了，那我们还怕个球啊！都给老子上阵地！看来你这个营长的号令还挺管用的吧？王营长，你们营的阵地处在整个防线的最前沿，鬼子一旦发动进攻，你们营就会首当其冲。你们这个小高地要是顶不住，整道防线就会崩溃。明白。你们营的作战任务明确了吗？明确，在纵深3公里坚守阵地。好，3天。要是3天都给我守不住，我拿你脑袋！明白。兄弟们，给老子上阵地！司令官殿、この雨は止みそうになく、我らの戦闘機も作戦が見込めません。また偵察の報告では新垣川の水位が上がり、部隊の渡航も困難な様子。そして第3支隊も交通状況により攻撃位置へは未着であります。これらの状況から攻撃日時を変更しては。下这么大的雨，鬼子很难渡过新墙河，他们的飞机也无法起飞轰炸。阿南危机会不会改变进攻时间？阿南司令はなぜまだ攻撃命令を下さん？おそらくこの天気のせいでしょう。まさか雨などに行軍の進行が変えられるのか？司令官殿、中国派遣軍司令部より第23軍の香港攻撃作戦は順調で元旦前に落とせる見込み。
これが何を意味するか分かりますか？これは我が軍に戦う必要なしと言っているも同然。それでは第3次調査作戦は戦略的意義がなくなり、我が第11軍はまさに無用になってしまう。絶対にそうはさせん。作戦の変更は許されません。司令官殿、しかしこの天気では。新垣が対岸の敵は第20軍だけです。我が軍は第40師団に独立混成第9旅団3万の兵を加えているのです。雨のせいで正規軍でもない高川一国軍に攻撃を仕掛けられるのですか？青木師団長に電話をつなぎなさい。はい。40師団司令部。司令官殿、つながりました。青木師団長、雨が止まず航空機を飛ばせません。だが機関の部隊は航空隊の援護がなくとも対岸に攻撃を仕掛ける勇気がありますか？司令官殿、たとえ相手が非正規部隊でなく節学の2個主力部隊だとしても、航空隊の援護がなくとも歩兵の銃剣でもって必ずや敵を落としてみせます。よろしい。では24時間以内に第20軍を落とし、節学の第一防衛線を突破しなさい。非正規部隊相手に24時間もいりません。8時間のうちに我が隊は支那第20軍の前線を壊滅してみせます。よし、直ちに対岸へ攻撃を開始せよ。電撃戦の真髄は迅速、強靭、凶悪であること忘れてはなりません。この偉大なる時刻を心に刻んでおきましょう。1941年12月24日，日军第40师团混成第9旅团，首先向国军第20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第3次长沙会战打响了。说，知道了。第40师团的几十门火炮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终于开打了。开打了。第20军的前哨战非常关键，命令杨副司令长官根据20军的减员情况，及时动用预备队增援前线。第一道防线务必按计划死守3天。是。我们既然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就应该有一个同盟国的态度啊！告诉卫立煌将军，滇缅公路是国际通道，是援华的军事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进入的唯一通道，一定要保住这条抗战的生命线。是。委座，第9战区来电。好啊，第3次长沙会战开始了，希望胡仔这次不要负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振一振国威。委座放心，薛伯龄一定会倍加珍惜您这次给予他的机会，而且先别说这些了。对了，我们为了配合英军南下的第4军和第74军暂2军到达什么位置了？这，吞吞吐吐干什么？说吧。委座，除了暂2军，另外2个军还没有南下，应该是滞留在。滞留？什么意思？是这样。
薛伯灵是想用一个计策，他想让日军误以为我们这几个军已经南下了。胡闹！军命岂能儿戏呢？我又怎么可以有失于盟国？赶快命令，让这2个军尽快到达指定位置。是。啊，等等，卫佐还有什么指示？这个薛伯灵也太敢做了，他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一场胜仗。命令缓缓再发，我倒要看看这薛伯灵在玩什么花样。哎，不要乱跑，进眼前！回来，进去！小伙子，不要害怕，没事。你叫啥子名字？你越害怕，小鬼子的子弹啊就越找你。你叫啥子名字？说话。说噻。叫老虎。嘿，你还老虎嘞？你改名算了。你看你那个样，吓得跟个狗熊一样。不要乱说，哪个都是从新兵蛋子混出来的。我跟你说一个，在战场上不怕死的秘诀。啥秘诀？等你杀了10个鬼子，我就告诉你。兄弟们，冲！冲！通知各师，一定要严防死守，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登上南岸。是。上啊，快！兄弟们，不要看小鬼子人多势众，但我们是防守，他们是进攻。战场上，防守和进攻的比例是4比1。这个样子一算，我们20军2万多人，打打小鬼子3万人，不算穷个啥，没得啥了不起的。王营长，啥子事？军长有令，天黑之前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一定要严防死守。晓得了。通讯兵，迫击炮准备，放。報告では支那軍の砲撃激しく新学川の流れも速く被害は甚大なようです。三方部隊はなぜまだ陣営入りしてないんだ。大雨の影響のようです。まずいな。第45兵連隊を新垣川北岸まで急がせ架橋命令もください。しかし架橋は時間を要し支那軍に見つかったら動力は水の泡に。では他に良い方法があるのか。それは命令だ。はい。そして三方部隊は北岸到着を急がせた後敵の迫撃砲陣営を攻撃だ。快进掩体！快进去！注意应变！注意应变！注意！
起！过连起点人数！过连起点人数！上路！阵亡5人，伤12人。查看，阵亡5人，伤12人。幸亏鬼子没出动飞机，要不然我死得更惨。快，迎兵！是。局长，咋个了？完了，查出来了，迫击炮阵地被鬼子榴弹炮摧毁了。我们迫击炮到炸了。是，为了迫击炮，我们咋个炸鬼子？喂，好，连长，军长电话，给我。喂，军长，我们的迫击炮阵地遭鬼子炸了，快给我调4门迫击炮过来。你唱大戏呢？我不会吹就变脸，让我上哪儿给你弄10门迫击炮？我告诉你啊，鬼子刚才那一番轰炸，炸毁的不光是你们营的迫击炮阵地，其他几个营也一样。现在1门炮也没有。我的迫击炮咋个当鬼子过河啊？没有迫击炮就打不了鬼子了。别忘了，我们川军当初是凭着汉阳造打出威名的，现在至少有了最新的中正式。那个中正式的射程根本打不到河面上去。那我就命令你全线出击，往前推进100米，严防死守。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向前推进100米，那不是给鬼子当靶子？这是我给你的死命令，想通想不通都得给我吱声。军长，军长，军。兄弟们，听我的命令，向前推进100米，给我冲！按我的命令，等鬼子到活动线再打。